Hello，大家好，我是魏英，欢迎收看我的影片。如标题所述，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从去年的4月开始，只花了4.5个月，然后不找任何的 MBA 申请顾问，独自申请上 M7 当中的2间 MBA，然后其中1间还获得了10万美金的奖学金。今天就来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那为什么说我的整个准备期是4.8个月呢？因为我在4月11号当时决定要申请 MBA 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申请 Round 1的申请。等下再跟大家讲 Round 1是什么。那 Round 1的申请 deadline 通常都是落在8月底到9月中之间，所以我从4月中开始准备到8月底。这样子确实就是4.5个月的时间去进行准备。然后我在 Round 1的时候，总共申请了4间学校，分别是 Stanford、Northwestern Kellogg、Chicago Booth， 还有那个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然后这4间里面呢，我的 Stanford 是没有拿到面试的。我的 Stanford 是无面具，然后 Northwestern Kellogg 是 admitted， 然后 Chicago Booth 是 admitted with 10,000 scholarship， 所以10万就等于是300万台币的奖学金，然后再来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是被 waitlisted， 就等于说我是被候补，所以这4间 Round 1的学校我总共是申请上了2间，然后这整个申请过程呢，我的 GMAT 是有去补习的。然后其余呢，我是没有去找任何的申请顾问。然后接下来就跟大家拆解这整个所有东西的细项。好，那首先第一个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M7 是什么。那 M7 呢，是有人说它是 Magnificent Seven， 有人说是 Magic Seven， 其实它是代表美国这7间最顶尖的 MBA 学校。然后那当然每一年在不同的杂志或是新闻报道当中，它的 ranking 都可能会有一些调整。那这7间呢，分别是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就是哈佛大学的商学院。然后第2间是 Stanford 的 GSB Graduation School of Business。然后第3间是 Wharton， 它是宾州大学的华顿商学院，然后第4间就是我上的 Northwestern， 然后 Kellogg 商学院，第5间是 University of Chicago 的 Booth 商学院，第6间是 MIT 麻省理工大学的 Sloan 商学院，然后第7间就是 Columbia University 的 CBS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然后我当时呢，为什么是 target 在 Round 1申请？先跟你分享一下那个整个 MBA 的 timeline 申请流程。通常 first round 的申请都会是落在8月底到9月中，截止就是你要交所有的申请文件。然后呢，你在10月底左右的时候会知道你有没有拿到面试，然后基本上会在11月底之前就是面完所有的面试，然后呢，接着呢会在12月中左右会公布你的 Round 1申请结果，就是学校会公布。那每一件事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再自己去查。这是 first round。然后呢 ，second round 的 application deadline 大概是会落在1月初到1月中左右。然后接下来呢，大概会在2月底左右知道有没有收到面试，然后3月底进行面试，然后4月初会知道自己有没有上这些学校。然后还会有一些学校还会有一个 third round， 但是大部分呢 third round 的时候，你整个 class 的 seat 都已经被 taken 了，所以呢 third round 上的几率是最低最低的。然后大部分 third round 会上的人，可能就是这间学校还想要补足一些特殊 profile 的学生，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想要申請 MBA 的话，都是会申请 first round 跟 second round。然后很多人说 first round 是最容易申请上的。上的几率最高，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在 first round 的时候，学校在收到第1轮的书审资料的时候，他不会特别说他 first round 只收多少个学生，而是他收到书审资料之后呢，他会觉得合格 qualified 的学生，他就会把它 take 进来。那 first round 当时就是整个班的学生的位置都还没有被占据嘛，那等到 second round 的时候，你 first round 的学生都已经占据绝大多数的席位了，那你 second round 你上的几率稍微就会再低一点点。然后况且呢，最多人申请的通常都是 second round， 所以呢 second round 竞争就会比较激烈。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4月份决定要申请 MBA 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申请 first round。那老实说，我当时是觉得这个 timeline 是真的很紧张的。我当时4月中我就想说，天哪，我到8月底我要考完 GMAT， 然后我要考完雅思，然后我要写好所有的书审资料，然后我还要找推荐人写我的推荐信，我把这些东西在4个半月之内搞好，我当时真的非常焦虑，但是还好我最后所有的也都交了，而且我还不是压线交，我是提前交的。那我的整体 timeline 是这个样子，我在4月中的时候开始准备 GMAT， 然后 GMAT 的课程补习补完之后就开始狂刷题目，然后我是在6月中的时候去考我的 GMAT 考试，去考第1次，然后当时第1次就考到蛮满意的成绩是675分，是 PR95。我之前有拍一支准备 GMAT 的影片，大家可以再去看。那虽然说这边历史是2个月，但是这2个月当中我其中还有跑去瑞士玩，所以我实际准备 GMAT 的时间是1.5个月。然后我考到 GMAT 之后呢，我是开始准备选校，就是我在选择我要去哪一间学校，然后再来呢我准备我的 CV， 然后再来呢还有写 essay 以及准备推荐信。所以我从6月中到8月初这1个半月的期间，就是在准备关于申请文件相关的东西。然后等到这些申请文件相关的东西都大致底定，当时是8月初，所以我在8月初的时候，我其实 material 都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8月初就开始去考雅思。那我雅思当时是只准备2个礼拜吧，所以我到8月中就有考好雅思了，然后雅思1次就是考到8分。我也有拍过一支准备雅思的影片，大家可以再去看。
所以呢，老实说，我到8月中的时候，我所有的申请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开始在网络上填。所以我大概是8月中到8月底之间，把所有的申请资料都准备好，然后送出去。然后接着我就开始一边等有没有收到面试邀请，然后呢一边开始慢慢的准备面试。好，然后再来 a little bit about my stats， 就是我自己的背景。刚刚有提到我的 GMAT 是考675分嘛，PR 95，然后我的英文呢，雅思是考8.0，然后再来我大学时候的 GPA， 大学时候的 GPA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门槛哦，因为毕竟你申请的还是一个学术机构，然后这间学校想要看你以前就是有没有在课业上认真，所以呢 GPA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现在还在念大学的话，真的不要荒废课业。然后我自己的 GPA 是4.0 out of 4.3，就是我们学校的 GPA 集聚是4.3%，然后我是4.0。不过换算到4.0的集聚系统的话，我的 GPA 是3.91，就是挺良好的一个 GPA， 所以我的基本上学术背景都是蛮合格的。然后再来呢，我自己的工作背景的话，我之前也有录过一个关于我的职业 reflection 相关的工作经验。不过今天也在跟大家稍微 rephrase 一下，我在申请当下呢，我在一间全世界最大的酒商做策略职位相关的工作。然后在那之前呢，曾经有在不同的外商银行做过产品经理以及资深产品经理，然后大学期间有在不同的管理顾问公司实习过。你的课外活动也是非常重要，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课外活动。我的课外活动不外乎就是大家知道的，我在经营我自己的 YouTube。然后除此之外呢，我大学有参加过政大管顾社，然后直到目前为止，我都有持续在 mentor 我们政大管顾社的学生们。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也有参与过不同的 non-profit 或是新创相关的专案。因此我的课外活动本身其实也是相当丰富的。好，这边呢，以上呢就是关于 M7 的介绍，然后我整体申请的时间线，还有我自己个人的申请背景。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想来跟大家分享，你需要找 MBA 申请顾问吗？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找 MBA 申请顾问？其实老实说，我有咨询过几个不同的 MBA 申请顾问，台湾有名的我全部都咨询过。然后呢，我一听到那个价钱，我有点忘了具体的价钱，不过好像是大概4间还是5间学校要价30万台币。然后每一个 MBA 申请顾问，我去打听他们的学生的 feedback， 我都觉得这听起来不值30万啊！就是顾问无法改变你的 GMAT 成绩，他也无法改变你的 GPA 成绩，他也无法改变你做过什么样的课外活动，或是他也无法改变你过去在工作上面的成就以及表现。所以呢，他可以替你改变的是什么？他可以替你改变的是你的履历表。然后呢，你的 essay， 然后还有你的推荐人的选择，因为推荐人的信你是不可以自己写的，是必须要推荐人亲自去撰写。然后还有再来第4个，通常一个从业很久的顾问，他会有很多的人脉，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认识那间学校的学长姐的话，你可以透过那一位顾问去认识。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有值30万吗？我的思考是觉得，maybe I can try it myself。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一个顾问你花了30万出去，他没有办法 guarantee 你一定会上学校。那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是还蛮喜欢自己努力的，所以我当时就决定 ，OK， 好，我要全部自己搞。但是呢，我也不是说全部100%就是自己搞，我还是有利用一些 external resources 的。接下来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我的 external resources 是怎么用的，然后也会涵盖到整个 MBA 的申请过程，你会需要准备好一些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我刚才讲到的嘛 ，GMAT 的成绩。那 GMAT 的成绩你可以考 GMAT， 你也可以考 GRE。那我当时呢是，我就是决定考 GMAT， 因为我评估下来，我觉得 GMAT 对于我自己个人的优势来说是比较合适我的。然后再来呢，如果你的国家的母语并非英语，或者是呢你从来没有在一间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上过书的话，你就要考英语检定考试。那我就是5年政大嘛，我没有在国外念过书，所以呢我是必须要考英语检定考试的。那当时我的评估下来是觉得，雅思比较简单，所以我就是考雅思。第3个东西就是你的履历表，你的 CV， 你申请学校的 CV 这个东西呢，它其实跟你申请工作 CV 是不一样方向的。那我当时在 CV 这方面是怎么准备呢？我很喜欢，我在整个申请过程当中，我听了超级多一个美国很有名的 MBA 申请顾问的公司叫 MBA Mission， 然后他们有出很多的 podcast 跟YouTube 的影片，我当时就是狂刷他们的影片刷爆，然后他们的影片就有提到关于履历相关的，我就是也是看了很多。然后呢，我重新去拿我申请工作的履历来重新去 rephrase， 然后当中呢就新增了关于教育相关背景的说明，然后调整了整体的排版，以及新增了很多课外 project 的说明。然后我在写好之后呢，我是有找一个在美国的 editor， 但其实老实说我是随便找的，我就是在网络上随便找那个 CV editor 帮我润饰。我要说那个 editor 他没有帮我改我的任何内容，他是会把他建议要修改的地方框起来，然后呢他会附注告诉我说建议这个东西应该要怎么写，或者建议这个东西我应该要再加一些什么样的数据来去 back up， 或者建议这些东西应该要再去 emphasize 什么样的点。那他是洋洋洒洒写了非常多建议给我，然后
我当时就是有依照他的建议，然后再去慢慢的去修改。然后我记得这个的 service，他 charge 的金额好像是250块还是$300吧，所以是大概8、9千块就搞定这件事情了。所以这是你要缴交的第3个的 material， 就是 CB。然后第4个呢就是 essay。什么是 essay？ 就是你申請學校的時候，學校會給你一些題目，你就要寫一個小論文。然後這小論文要寫一些什麼呢？基本上那些題目就是離不開你為什麼想要來念 MBA， 以及呢你人生經歷過什麼樣的困難，或者是對你而言什麼是最重要的事情，又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有沒有處理過一些人和人之間的 conflict， 那你如何解決它，以及你如何在這上面提升自己。所以這些小論文存在的真正原因以及想要表達的中心思想，就是學校希望透過這一篇小論文得知你是誰，然後你為什麼想要來這裡念書，以及呢你過往在專業領域以及非專業領域曾經做過了什麼樣的貢獻，使你成為了今天這樣子的你。那很多人都會說 essay 這個東西特別難寫，我承認它並不那麼簡單，可是老實說它也並不那麼的困難。我覺得它會難的點是在於它需要很深層的反思，因為呢你肯定只是寫很表層的東西的話，學校會沒有辦法得知真的就是 who you are。因為一個人像我現在已經27歲了嘛，那今天會影響你在這個工作上為什麼做出這個決定，或是你為什麼領導這個團隊，一定跟你整個生命的長河是有關係的。像我自己小時候曾經就是在國小的時候曾經有被班上同學霸凌過，所以呢我曾經有一陣子是對自己有一點沒有信心的，有一點點唯唯諾諾的，但是呢我又懷着這股壯志未酬的抱負，然後變成了一個動力，驅動我想要成為一個更優秀的人。然後這一股動力以及又有一點沒自信的心情呢，交織在一起，帶到工作場域，它就會把我形塑成一種特殊的領導形象，它使得我變成更擅長聆聽、關懷他人的人。可是同時呢，也可能形塑了我一些缺點。那學校呢，想要看到的並不只是單純，你的缺點是什麼，跟你的優點是什麼，而是你曾經經歷過什麼樣的事情，以至於你成為了這樣子的你。那這樣子的你，在未來又想要做一些什麼東西，這才是學校真正想要看的。那為什麼我知道這個呢？是因為我也是狂聽各種不同的 podcast， 所以我真的要老實說 ，reflection 這件事情。你可以花30萬讓一個 MBA 顧問帶着你做，但是呢，相信我，你是做得到的。Reflection 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況且我們現在有 AI， 我在整個 MBA 的申請過程當中 ，AI 幫助我的點就是我請 AI 在我告訴他一個故事之後，他要不斷的剖析以及反問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性格，為什麼這樣子想，讓我去節外生枝，去聯想到以前的事情、身邊的人、身邊的事情。所以呢，我想要講的是，在 essay 這件事情上面，我會很鼓勵大家多利用不同的 AI platform， 使用你自己習慣的。然後呢，告訴 AI 你的故事是什麼，然後請 AI 陪你去挖掘這些故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以及呢，你未來的理想和這些過往有什麼樣的掛鈎。當這些事情全部都羅列出來之後，相信我，你的 essay 會變得超級好寫。因為呢，基本上每間學校要求的 essay 字數都不會很多。我目前就有遇過 Stanford 的這間學校要500個字的 essay， 就是一個問題500個字，但是其他學校字真的都超少，基本上是落在250到350個字之間。所以呢，小論文你千萬不要寫華麗的詞藻或者是華麗的語言結構，因為呢，它會佔據你太多的篇幅。你必須要快很準 ，sweet and crisp 的寫出你的人生故事。然後接着呢，把我所有的故事都 put together 之後呢，我就會開始去寫我的 essay。針對每一個 essay，我就會去思考，那我要去 extract 我生命中的哪一條故事，把它列出來，然後開始去組織我這篇 essay 要怎麼寫。然後接着我還會做什麼事情呢？我一樣又是到 MBA Mission， 我會去看 MBA Mission 上面會公布他們以前帶過的同學的錄取 essay。我會去看那些錄取學生的成功 essay， 看那些 essay 有什麼樣的要點，然後文章的風格如何，然後我會找幾個我喜歡的風格，因為每個人他們表達的方式不太一樣，有人是比較感性的，有人是非常理性的，鏗鏘有力的文字，那我就會挑我自己喜歡的文章風格，我也覺得比較合適我的文章風格，然後去臨摹那樣的文章風格，把我的故事寫下來。但是呢，還有很重要一點是，你千萬不可以讓 AI 來幫你寫你的 essay。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網絡上，尤其是 social media 看過一些那個貼文啊，那個超級明顯就是 AI 寫的。我告訴你，你用英文寫的東西，外國人也是一看就知道這個東西絕對就是 AI 寫的。那當學校一發現這東西是 AI 寫的話，他們直接就是絕對不會錄用你。所以呢，千萬不要讓 AI 來寫你的東西，你要自己寫。你可以讓 AI 給你建議，或者讓 AI 來幫你看你的文法有什麼樣的問題，但是千萬不要讓它去動你自己的 essay。然後呢，再來下一個你申請的時候你要繳交的東西是推薦信。那推薦信這東西要怎麼搞呢？就是其實推薦信呢，你通常要找每一間學校不太一樣，但基本上都是找1到2個推薦人，然後這其中一個推薦人學校會強烈希望你找你目前的直屬主管，因為你目前直屬主管才會 speak for you 嘛。但你這不是強制哦。如果你不想要找你現任的直屬主管的話，你是可以在他有一個地方去寫你為什麼不是找你現在的直屬主管？你可以把這件事情寫下來。然後基本上你想好你要找哪一位推薦人之後呢，你要去拜訪那個推薦人，然後告訴那個推薦人你要申請這間學校。
那当时我的做法是明确告诉他我要申请这些学校之后呢，问他愿不愿意当我的推荐人。然后呢，当我的推荐人表示他 OK 之后，我就会开始告诉他说，那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是，我要在学校的申请系统里面放入我的推荐人的名字以及推荐人的工作 email。那接着推荐人就会收到一封系统给他的信。然后推荐人必须要从那个信里面进到那个推荐人 portal 里面去上传推荐信，而那个上传页面不是只有推荐信哦，它会有很多的东西要填写，包含一些评分量表，可能会问说这个人的 leadership 表现如何啊，然后会有1到5分这样子要去填，然后这个评分量表呢会有很多个题目要让他去进行勾选，然后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简答题，就包含你和这个被推荐人的关系是什么你们认识多久了，然后你整体来说你如何评价这个推荐人，然后接下来呢，推荐人他在他系统里面会基本上会有2题或是3题的小论文要写，那基本上小论文的字数大概是可能200到250个字左右，所以呢，推荐人也是要很努力、很详细去写那些小论文哦。那其实基本上你是不会知道推荐人会收到什么样的题目的，因为学校并不会跟你公布推荐人会收到的题目是什么。所以我这边的做法是，我会让我的推荐人知道说，简称他的老板好了，我让我的老板知道说，他收到推荐信之后，我会麻烦让他知会我一声，然后呢，并且让我知道他收到的题目是什么。然后呢，当我知道收到题目是什么之后，我列一些 bullet point， 就是关于我做得好的地方。所以呢，接下来我会再跟我的推荐人再有第2次的会面，跟他讲说我建议这些题目他可以写的方向是什么，让他知道就是有一个 note down。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要找推荐人，你一定会想要尽力找那个官位高的嘛，然后官位高的日理万机，他可能根本就不太记得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丰功伟业了。所以呢，你可以再有一个 session 跟你的推荐人去过你的丰功伟业是什么，然后你建议他可以书写的方向。然后要记得哦，申请学校的 deadline， 假设说是8月31号好了，不只是你自己的申请资料要上传，还包含推荐人的所有的申请资料也都要上传完成。所以呢，当你和推荐人沟通完之后，要记得就是密切的跟他 follow up， 确认他是不是已经有交了，是不是已经有交了。不然如果还没有交的话，你会视为就是超过 deadline， 你是没有办法在 round 1被审核的。再来呢，最后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可是却很少人讨论的，就是在你的学校的 application 申请 portal 里面呢，会有一个地方会要求填写你从大学以来做过的相关的 activity， 而且呢，它是必须要填得很详细的哦，详细到还要写你1周大概会贡献多少个时间在这个事情之上，然后是从几年的几月到几年的几月，然后你的 position 是什么，然后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 achievement， 这也是要写的蛮详细的。因此啊，假设你现在离你预计的申请年份还有一些时间的话，记得就是让你的生活过得多彩多姿、充实一点，就是不要让你的生活只有工作，去多参与一些不同的项目，然后去多参与一些不同的竞技比赛。就好比说，如果你有在跑马拉松的话，最好就是去跑一些大型的赛事，然后跑出一个很亮眼的名次。或者是呢，如果你喜欢小动物的话，你可以去动物流浪之家，然后去帮忙照顾小动物，去帮忙照顾流浪狗，就是让你的生活更多彩多姿一点。然后，尤其是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的话，对你自己的 profile 会非常非常的加分。好，以上呢就是你申请学校所需要准备的所有申请资料。我自己在个人评估之后呢，就决定走在 CV 上有找 editor 给我建议，然后呢，以及在我的 essay 上跟 AI 聊天。来请他给我更多的人生反思，以及截取成功 essay 里面的关键精华，让我做学习之外，我其实就并没有再额外花到其他的钱。那我觉得大家听我的分享之后，也可以自己再评估看看，你想不想要花这个钱找一个申请顾问？因为其实你找申请顾问是有一个精神上面的支持啦，然后你的身心也会更有安全感。所以呢，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加分的项目。然后，而且到你未来要找工作的时候，或许你之前的申请顾问也可以提供你很多人脉上面的资源。那我相信这个充满价值的资源是你很难去获取到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自己去评估看看你想不想要找申请顾问。OK， 然后呢，我还有最后一个 part 没有跟大家分享到，也就是面试。我自己面试的 timeline 是，我要老实说，我并不是送出申请资料就开始狂练面试，我是在刚才提到大概是8月中到8月底送出申请资料嘛，然后我是10月。我是10月中左右的时候收到面试邀请，我想到因为当时我双19还去日本玩，然后我日本玩完回来之后才收到面试邀请，所以我在10月中收到面试邀请的。我是在10月中到我面试是11月初这之间大概2-3个礼拜开始狂练面试，所以我是有一点点临时抱佛脚的练习的。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我完全没有练习哦。其实老实说，我从4月开始决定要申请 MBA 的时候，我就开始固定每周有一直在上口说练习课，我都是在 Tutor ABC 上。那如果大家对 Tutor ABC 同样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点我资讯栏里面的一个链接，里面有相关的折扣优惠资讯。所以我从4月的时候就开始去努力准备自己的口说表达能力，然后一直有在上，直到我到现在，其实我都一直还在
podcast 上，所以英语口说能力是并没有间断的。那我要讲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要准备我的故事，这个呢真的是我拿到面试左右才开始在准备的，所以大概是花了2-3个礼拜吧。然后呢，我要老实说，其实面试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只要可以有自信的跟别人侃侃而谈，分享你的故事，然后倾听，并且呢和你的面试官互动，你的面试表现一定就会超级好。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在 Chicago Booth 可以拿到奖学金？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跟那个面试官相谈甚欢。当时呢，我讲完了一个我的故事之后，我的面试官就要说哦 interesting， 然后面试官就开始分享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跟他自己的故事，然后我听完之后就觉得哇很有趣，然后也在跟他讲一些跟他分享故事有关的事情。所以最好最棒的面试表现是，你可以让这场面试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互动。对话以及聊天，这是最好的情况。那你要做到这件事情，其实最困难的并不是你有准备多么棒的故事，而是你可以有条理、有架构的分享你的想法、你经历过的事情，以及呢有自信的和别人去聊天以及对谈。所以呢，准备面试啊，最重要的是。真的不要荒废你的英语口说练习，你最好呢现在就开始好好的学习英文口说，你不一定要往面试的方向去练习，因为我当时在上英文口说的话，我上的是商用英语以及生活英语，所以你只要固定人在跟人聊天，你就可以对于讲英文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紧张，而且呢，我觉得语言的训练啊，它是要花一段时间，你才可以把你的英语逻辑脑变得畅通的，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练习。然后我在收到我的面试邀请之后，我就开始要去准备面试嘛，然后当时呢，我的做法就是。我有看那个网络上，又是 MBA Mission，MBA Mission 呢上面就写很多每一间学校会问到的问题集，然后那个问题集可能超级多题，50题左右，但其实老实说，那50题是有很相似的题目的，你是可以把它们绑在一起的，并且很多题目你是可以用你同一个人生经验的故事去做回答的。所以呢，我当时呢就是针对于以下几个问题去做很深入的思考而已，分别是 Why MBA， 你为什么要申请 MBA？ 然后 Why this school， 为什么你要申请这间学校？以及呢，你MBA 结束之后你要做什么事情？你预计 MBA 结束之后你马上要做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再来呢，你长期的 career vision 以及你长期的 career aspiration 是什么？你长期你想要做什么？然后这个你可以 dream big， 你想要成为某一间公司的 CEO， 或者你要做一个 startup， 然后被 buy out， 这都是可以的。所以呢，思考这个，然后呢，我也思考了我的 strengths 跟 weakness 是什么，然后我思考了我在工作当中曾经经历过什么样失败，然后它如何形塑了我，以及我思考了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我如何去调整它。那我个人的优点是什么？我如何用这个优点去改变别人？然后呢，我也思考了我是否曾经面对过 conflict， 然后我如何解决这个 conflict。然后我也思考了我如何去改变一件事情的流程，让它变得更顺畅。我也思考了我最成功的一次带领一个团队的经验，以及呢我带领一个团队最糟糕的经验。然后同时呢，我也思考了我的 line manager 曾经给过我什么样的有建设性的 feedback， 然后我在得知那个 feedback 之后，我如何去调整。其实基本上不外乎就是这些问题。你好好的去思考你在你的工作中、工作之外，以及你在求学期间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好好把这些事情 connect 在一起，思考它怎么影响你，它怎么改变你。OK， 好，以上就是呢本次的分享。我知道整个 MBA 的申请过程可能真的会非常的劳心劳累，尤其是一边又要上班，像我当时真的就是一边上班一边考 GMAT、雅思，一边准备申请资料，真的超级累的，然后还大发胖。然后失眠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 process 其实老实说是真的蛮有意思的一个 process。那今天碍于影片长度，我可能就只能分享到这边，没有办法分享的超级detail。那如果大家想要敲完什么样关于 MBA 申请的相关细节，然后希望我独立的把它拍成一支影片，然后讲更多细节的话，大家可以在影片处留言告诉我。那祝所有想要申请 MBA 的人申请顺利。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拜拜。